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六。今天这支影片，首先要先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。经过4年多的努力，我们这个小小的频道终于突破10万订阅了。同时，我们也开启了频道会员的功能。如果想要帮助我们频道制作更多更优质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看看会员有什么福利哦。好，回到今天的主题，这几个月啊，我很认真的每天都有超慢跑，还跟家人们开了一个超慢跑100天挑战的群组，让大家每天都打卡报道，分享成果跟遇到的问题。像是平常没有在运动的长辈，一天走3000步就一定全身腰酸背痛。超慢跑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天可以行走跟站立的时间就长很多，简直就像保健食品的电视广告一样神奇。而且大家都明显感觉有变瘦，腰围变小。我觉得除了有效果，最棒的是可以不痛苦的培养运动习惯。但是连续跑了100天之后，就会想要更提升、更进阶嘛。像长辈想要跑更久，却发现自己虽然不喘，但是腿部疼痛，或者是超慢跑瘦了之后，就想要有更好的曲线雕塑。所以今天要快速回答，如果想要提升该怎么做？该开始肌力训练了吗？首先，超慢跑一段时间，如果想要再进阶，就只能继续加时间或是加快节拍速度吗？其实会建议大家从超慢跑开始培养运动习惯，是因为原地超慢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在哪里都可以跑，而且困难度较低，无论是年长者或者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都可以轻松完成，可以说是最大众、最简单的运动。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外表或者是健康，除了增加超慢跑的时间，还可以加入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。不要一提到肌力训练就跑掉肌力训练跟超慢跑一样，也是可以很简单的在家里面徒手完成。影片的最后会有简单的示范教学。肌肉训练的目的，除了在外表上让你看起来更有线条感之外，超慢跑常见的一些各种肌肉酸痛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肌肉力量不足所造成的。我们的身体很懒也很聪明，习惯能者多劳，少动的肌肉会想把工作都丢给发达的肌肉，时间久了，那些被过度使用的肌肉一定抗议，一定痛的啦。也许你的小腿痛开始别挤完，或者是大腿前侧撕裂痛等等，都是因为这样造成的。所以肌力训练绝对不只是年轻人的事，不管是为了外表或健康，肌肉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什么样的运动算是肌力训练呢？超慢跑也有用到肌肉啊，算是肌力训练吗？其实不用把肌力训练想得这么复杂跟恐怖。广义上来说，任何能增加肌肉力量的训练都叫做肌力训练。如果你长期都只待在家看电视、叫外卖，一天走不到500步，你出门倒个垃圾回家手就觉得酸酸的，你超慢跑5分钟就觉得腿酸酸的，这都算是有训练到肌肉，只是程度上跟训练到的肌肉部位不一样。像是我们常常荒废的臀部肌肉、核心肌肉，如果不刻意的去增加阻力、增加重量来进行肌肉收缩，他们很容易就会忘记自己的存在，让你屁股扁扁或这酸那痛。那狭义的肌力训练是透过对抗阻力或重量来增加肌肉的力量、耐力和大小。无论是自体重量的徒手训练，像是深蹲或伏地挺身，或是使用哑铃、杠铃、健身房的器械或弹力带，都算是很好的肌力训练哦。那我觉得超慢跑虽然可以训练到肌肉，但是它主要还是属于有氧运动。就像电影院有卖爆米花，可是你还是会把它看成是电影院，不会把它当成是餐厅。接下来是有氧训练跟肌力训练的功能有什么不同？如果你单纯想减重，可以把有氧运动看成是你燃烧热量的主力，肌力训练则是可以让你的体态看起来更紧实，曲线更迷人。对健康来说，有氧训练主要是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跟体能状态。肌力训练主要是提升我们的肌肉力量，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骨质密度跟肌肉总量。不过这边还是稍微强调一下，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有氧运动跟肌力训练最好2个都要做，只是依照个人的情况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2者的比例跟运动内容。如果只想减重或想以有氧运动为主，就可以尝试有氧训练7、肌力训练3，或者是有氧训练6、肌力训练4的比例。一整天先做一套10到30分钟的肌力训练，做完之后再跑个20到60分钟的超慢跑。当然也可以1周安排3、4天的超慢跑，搭配上1、2天的肌力训练，依照你的时间需求或能力去做调整，以方便没有压力为主。如果已经很瘦了，想要以雕塑曲线或增加肌肉量为目标，
就反过来尝试肌肉训练跟有氧7:3或8:2的比例。你可以先做30分钟的肌力训练，再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，或者一周安排4天的肌力训练，加上1天的超慢跑跟1天的 HIIT。但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啊，这些都是很粗略的安排，没有一定正确的时间跟比例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如何简单的在家做肌力训练呢？所谓的肌力训练啊，好像很容易带给大家一些刻板印象，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一个猛男在健身房声嘶力竭的卧推超高的重量。其实肌力训练不是比赛，每个人的程度跟目的都不一样，不一定要去健身房，也不一定要举很大颗的哑铃或一大根的杠铃才有训练到。即使没有器械，我们在家利用自体重量深蹲或伏地挺身，或是运用一些小道具，像是水瓶或者是弹力带来增加额外的阻力，都是很有效的肌力训练哦。最后，因为怕大家在家一开始想做肌力训练会觉得没有头绪，所以示范3个超简单的徒手训练动作，有些年纪的长辈跟没有运动习惯的人都可以轻松完成。里面有2个动作是徐栋英老师也强力推荐的高 CP 训练动作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深蹲。我很推荐大家多训练臀部跟腿部的肌肉，不仅是为了美美的曲线，因为我们臀腿啊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肌群，70%的肌肉都在下半身。加强我们臀腿的肌力啊，不仅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膝盖，还可以减缓下背痛、髋部痛，还有对于脂肪燃烧都很有帮助。最简单的就是自体重量的深蹲，我们先把双脚打开，大约与肩同宽。那下蹲的时候，记得先屈髋，我们双手可以放在髋关节这边，感觉一下屈髋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们屁股往斜下方，蹲的时候你会觉得手快被这边夹住的感觉。然后下蹲的时候，记得注意看我们双脚膝盖跟脚尖的方向要保持一致，不要内八或者是过度外翻了。深蹲的时候，我们下巴微微下压，然后保持我们颈椎到腰这边平板的姿势，不要过度凹腰，把屁股翘高，或者是把屁股往前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做几下，试试看感觉怎么样。那我们下蹲的时候，速度尽量放慢，在最低点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停留个1-2秒，再站起来。那手的姿势呢，往前这样伸，能够多帮助一点我们身体平衡。如果你想要这样子，或者是叉腰，都是 OK 的。那如果家里面有这种长弹力带，也可以拿来深蹲的时候用，加强我们的阻力，提高我们训练的强度。就这样套着，然后深蹲的动作都是一样的。OK， 第2个动作是分腿蹲转腰。这个动作不仅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臀部跟腿部，还加上了大量的核心参与，还可以同时加强我们身体的平衡感跟稳定度。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切记一定要速度放慢，先把一个动作做稳了之后，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动作，然后都用缓和慢慢的速度做，不要急。我们先单脚往后踏，踏稳了之后，先注意看我们前脚膝盖要跟脚尖的方向保持一致，不要内外太过去了，这样歪斜，膝盖就会承受过大的压力。那蹲稳之后呢，我们再进行转腰的动作。转腰的动作慢慢的不要急，你一急就很可能会东倒西歪的。然后我们回正之后呢，再收后脚，换另外一脚，一样都踩稳之后，重心放在前脚脚掌中间偏后的位置，身体都稳定，记得核心也要收紧哦，帮助我们身体保持平衡跟稳定。然后再缓慢的进行转腰，再转回来，然后收后脚。那这个动作要特别讲一下，如果是年长者，你可能会对身体的平衡感不是这么有信心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建议我们往后踏的步距不要这么大，收一点，然后前脚弯曲。然后我们专心做转腰的动作，转腰动作一样速度放慢，不要急，不然也是很容易会不平衡。缓慢的回正之后再收脚，一样步距不要太大，前脚微微弯曲，然后缓慢的转腰，再缓慢的回正，再收脚。等到觉得肌力好像有进步了，我们再把步距一点一点的加大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一样可以加上小道具来增加阻力啊，增加重量，来加强我们训练的强度。我们拿着保特瓶的话，我们一样
跨稳了之后，转腰，再回正，再收脚。记得都要先站稳了，核心一定要收紧用力，帮助身体保持平衡。就这样。下一个动作是棒式，就叫做平板撑。那这个动作我很建议大家每天睡前可以撑个1分钟，练习一下核心出力的感觉。除了加强我们核心力量之外还可以帮助改善驼背的不良姿势。那做平板撑的时候我们先做低平板撑，就是用轴撑。那撑的时候，记得先注意我们的手肘是放在肩膀的正下方，不要撑太远，或者是撑太近。就是在肩膀的下方，手肘这里会呈现90度。然后撑起的时候，我们双脚打开，大约与肩同宽，只有用大拇指撑住地面。然后撑的时候肚子屁股不要用力往前推，肚子不要往下掉，也不要变成这样子。这样子你肚子都没有在用力哦，就是要全身尽量绷紧用力。其实棒式不仅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，我们全身正确用力的话，我们可以同时训练到我们的肩、胸、臀跟腿。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撑1分钟。如果你觉得撑1分钟很轻松，你就慢慢的加时间。然后它其实也有很多的变形，比如说现在是低平板撑，我们可以变成高平板撑。高平板撑的时候，记得手肘不要锁死，微微弯曲，然后手掌记得尽量打开，用指头紧紧抓住地面。那在变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脚动，或者是手动都可以。我们摸肩，但是过程中核心肌群、全身肌肉都尽量绷紧用力。当然啦，其实频道上有超级多居家徒手的肌力训练影片，欢迎多多使用帮大家整理好的播放清单去搜寻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都会尽快回答。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，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